Hello，大家！刚踏入种植坑的你，是否对各种商品土的名称，例如 potting mix、garden soil、compost 等等感到一头雾水？别担心，这篇指南会手把手教你看懂不同商品土的成分和用途。别忘了点赞和收藏，以便随时查阅。也欢迎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表层土 topsoil。它是地表最上面的一层土壤，它是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，富含动植物残骸分解后形成的有机质。商品表层土是经过过筛处理的原土，其主要成分是矿物质，包括沙子、淤泥和粘土。它的特性是比较厚重和不透气，通常会添加少量的一些土壤改良成分，比如泥炭土、堆肥等等。但是不同产品的表层土所添加的改良成分各不相同，因此在购买时最好查看产品说明。表层土比较便宜，所以当花园需要大量的土填补和找平的时候，可以使用表层土。像是新建的挡土墙呀，或者是新建的菜床，需要大量土壤填充的时候。虽然表层土本身不是理想的种植介质，但可以和堆肥等其他改良剂一起使用。然后这个就是 topsoil， 这个呢就是花园里 topsoil， 然后外面买的是其实改良过的 topsoil。topsoil 就是花园里的表层土，一般会有很多有机质啊，然后一些沙子、石头，还有一些微生物之类的。它用来topsoil 一般是最便宜的嘛，你就可以买来填这个花床之类的。堆肥 compost 说白了就是把垃圾变成宝，它是由各种厨余、动植物残渣等经过微生物分解而成的。它的核心成分是腐殖质，是一种稳定、富含营养的黑色物质，能为土壤补充有机质和养分，帮助植物健康成长。虽然大部分堆肥的主要成分是腐殖质，但很多商品堆肥为了提供更全面的营养，还会额外添加其他成分。图中这款 Espoma 的 Organic Land and Sea 堆肥产品加入了蟹壳粉和龙虾壳粉。这种添加物富含钙、镁等微量元素，对植物的茎叶和根系生长非常有益。Garden soil 种植土，一般来讲，这种种植土通常指通用型种植土，适用于绝大部分植物。种植土是改良过的表层土，通常混合了大量的堆肥、一些缓释肥，用来提供植物所需的养分。有的产品还会加入一些珍珠岩等材料来增加透气性。种植土主要用于与现有的土壤混合，让它不再板结，变得更加肥沃，特别适合用于地面种植。盆栽土 potting soil 是专门为盆栽植物调配的土壤，它和种植土的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它通常更轻、更透气，并且含有多种成分来满足植物在花盆里生长的特殊需求。盆栽土主要分成3类成分，基底材料占大部分，用来保持水分，比如泥炭和椰糠；营养材料用来给植物提供养分，比如堆肥、蚯蚓粪之类；透气材料让土壤更疏松，方便排水和根系呼吸，比如珍珠岩、perlite、薄石、pumice 等等。图中这款青蛙土还添加了有助于根系生长的菌根菌，还特别加入了松林，让土壤更加透气。其实很多产品都同时标注 raised bed soil 和 potting soil， 这2种商品土的成分比较接近，可以混用，所以我就一起来说了。但是一般来讲，盆栽土的透气成分含量更高一些。Hello， 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买的配好的 potting soil， 可以看出来这个里面含有 compost、peat moss， 这些都是保水的成分。然后这个大一点的白色的石头它就是 pumice 浮石，小一点的白色的石头一般都是珍珠岩。
Pumice 和 Perlite 都是火山岩，它们富含气孔，有助于植物根部呼吸。在种植中呢，泥炭土和椰糠负责提供大量的保水能力，而浮石和珍珠岩则确保即使在保水的情况下，土壤也不会变得太紧密、太湿，从而避免根部积水腐烂。这对盆栽或者高架床的植物来说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不想自己费心配土，你可以直接购买专业土。这种土壤是为某种植物量身定制的，非常适合只想专攻某一种植物的你。月季土富含有机质，排水性好， pH 适中，含有丰富的磷钾肥。兰花土透气性强，排水良好，含松树皮、椰壳、珍珠岩等粗颗粒材料。多肉柑橘土排水性极强，通常含有沙子、珍珠岩或其他粗颗粒材料。草坪土富含有机质和沙，透气性好，专为草坪修复和覆盖设计。育苗土极轻且细腻，无肥料或养分含量低，促进种子发芽。杜鹃、栀子花、蓝莓土酸性土壤混合物 pH 较低，富含硫、松针等其他材料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以后我们再来说 Soil Amendments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